从玄关进来，每天我回家看到的就是这个画面，我很喜欢那面墙的设计。它这间厕所啊，有蛮多地方，一开始我并不是很满意它的设计。这个架子呢，是这个房间里面我自己最满意的一个架子。这个房间的小巧思，除了我刚刚讲的这个架子之外呢，还有就是床铺下面的置物空间。接下来去看看客厅还有厨房吧。Hello Spring， 欢迎你再次回到我的频道，跟我一起聊聊我的日本生活日常。正片开始之前，麻烦请先订阅，开启小铃铛，这样才能够收到我的即时更新消息哦。今天想跟大家聊聊的主题是我在日本的租屋房间里面到底长什么样子。前几个礼拜做了一集分享我的生活费，当时被蛮多人说我的房租实在是太贵了。的确，我的房租花费比起大家的平均是稍微贵了一些，所以今天就要来开箱我的房子内部，带大家看一下说这个10几万的房租到底可以在新宿租到一个什么样子的房子。在看房间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租屋它的一些基本资讯。首先呢，地理位置上来说，这个房间是在新宿区的西早稻田，徒步范围之内呢有3个车站的线可以使用，所以地理位置上面来说是非常方便的。而环境周遭呢，楼下就是一间超市，徒步范围之内有非常多间的便利商店啊、超市可以使用，所以生活机能方面来说也是很便利。而整栋建筑物呢，它的屋龄其实蛮老旧的。这栋建筑物是在1978年的时候建造的，也就是说它已经有40几年的屋龄。不过呢，我的房间是我签约之前才刚重新装潢好，所以你等一下可以看到我的房间的装潢呢都是非常新的。这个房间的大小是31.19平方公尺，它的格局呢是 1LDK， 也就是有一个房间，还有个客厅跟吃饭的地方，还有一个厨房，当然也还有浴室啊跟厕所。等一下会详细的带大家看一下所有的格局。而大家最关心的应该是房租，房租1个月是11万5千块，再加上每个月还有5000块的管理费，这些全部加起来去摊算下来，我每个月花在居住上面的费用大概是14万日币左右。口头的介绍就先到这边，现在就实际带大家导览一下我的房间。这边呢就是我的大门，所以进门之后呢，就可以看到右手边是放鞋子的地方。它给的空间其实还蛮大的，可以放非常多双的鞋子。我个人觉得玄关的大小其实是蛮不错的，整体设计来说我自己还蛮喜欢。玄关小亮点呢是雨伞架。这个雨伞架在100元商店都可以找得到，它是吸铁磁的方式把这个架子固定在铁门上，所以你的雨伞只要这样放下去，下面还可以帮你接住雨水漏下来的雨水。玄关的缺点我是觉得没有镜子不是很方便，原本有想过要在这边加装一个镜子，不过目前为止都没有找到理想的。如果大家有推荐不错的镜子的话呢，欢迎告诉我。从玄关进来之后呢，我们先来看左手边是放洗衣机的地方，它上面的空间就是让我们可以放家用品，下面就是洗衣机。当初我们是请人家来帮我们装这个洗衣机的。这个区块我的发想有2个亮点，一个是呢这边的这个架子，大家要猜猜看这个是什么架子吗？3、2、1，这个其实是当初我在我 share house 的时候买的鞋架。你也看到我的鞋子有点多嘛，所以住 share house 的时候呢，就不好意思把所有的鞋子放在门口的鞋架上。自己的房间我就买了这个鞋架，然后去放我的鞋子。这个是在大创买的，所以很便宜。那现在我就把它回收再利用，把它架出一个高度，让我可以更有效的利用整个空间。第2个亮点呢是洗衣机这边的这个盒子，拿给大家看哦。它呢是用磁铁贴在洗衣机上的，这边有个磁铁。盒子拿起来是这样，那它旁边有洞洞，就可以勾在我们刚刚那个洗衣机的铁片上。铁片长这样，我觉得它很不错，就是它有效再利用了空间，利用洗衣机的高度帮你又架出一个空间。像我是放洗衣袋，我看过人家分享，他们也会放一些洗衣精啊等等的，而且我还会再把这种芳香喷雾剂等等的可以挂在这边，又再多利用了一下空间。以上就是洗衣机还有放生活用品的空间。看完洗衣机之后呢，右手边这里的这个房间就是浴室加厕所，来带大家看一下。它是用拉门的方式，长这个样子。
不过它这间厕所啊，有蛮多地方一开始我并不是很满意它的设计。首先第一个是它这边本来还有加3个灯，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很亮，而且感觉有点浪费电。再来就是它一开始的洗脸台只有给这个白色的框而已，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收纳空间。所以在这边我加的第一个自己的巧思呢，就是加了这几个盒子贴在墙壁上。我是用一个透明的双面胶去把它贴上去的，只要撕的时候小心就不会伤到那个壁纸。第二个我不是很满意的地方是它的下面的置物柜，一开始它并没有这个窗帘，这是我后来加上去的，再加上它里面原本也是完全没有那个架子，所以放的空间就是很受限。所以这边有2个我自己的小巧思。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一个窗帘，这个窗帘它是有这个挂钩，本来应该都是要挂在窗帘的挂钩上面，那这边因为没有挂钩嘛，所以我就用这个束缚带圈了一个一个的圈，用这个圈圈来充当挂钩，就可以让窗帘好好的安装在上面。另外一个巧思呢，就是跟刚刚的洗衣机上面的置物空间一样，这个也是我在学 House 的那个时候使用的鞋架。在这边呢，还有另外一个巧思是在那边，本来是没有这个架子的，这个是我自己在百元店买了一个木板，然后下面呢是用书挡贴上去，然后再把它插进来这一个毛巾的挂架里面，就可以再帮你争取一个空间，可以放一些芳香剂啊这些小物。所以厕所的空间大概是这个样子。接下来带佳佳看浴室。浴室里面呢，其实它的空间我觉得算是还蛮大了，只不过这个浴缸啊，还是没有办法整个人是可以躺在里面的，脚是必须要蜷缩起来一点。浴室的抽风机的控制键通常都是会在这个外面这边，那有一些是会在浴室里面的。如果你也来日本住民宿，碰到下雨天的话呢，你就可以用这个干燥，把你的衣服晾在浴室里面，按干燥，1个晚上你的衣服就可以烘干了。镜子还有架子就是它一开始就配好的，所以我都可以直接使用。莲蓬头呢，这个是我自己买的，它给的是一个比较普通的莲蓬头。我买的这个莲蓬头呢是有3段式的，一般洗澡呢就是用这一个，那它还有这种强力1条水柱是让你可以洗牙齿的。它最主打的是这个喷雾，可以喷出非常细小的水珠，强调说是洗净的能力非常非常的好。浴室里面除了刚刚讲的莲蓬头是我自己的算是小巧思吧，第2个巧思呢是这个架子。你可以看到我的浴室出来呀，这边是没有空间让我放毛巾或者是我的换洗衣物的，所以当初我就买了一个这个架子，它是用吸盘吸在这个门上，然后呢有4个铁架，1、2、3、4，4个铁架，我就可以把我的毛巾还有我要换洗的衣物都可以挂在这边。那我洗好澡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在浴室里面拿我的毛巾还有我的换洗衣物，非常的方便。以上就是我的浴室，还有厕所的空间。接下来去看看客厅还有厨房吧。那我们先来看厨房吧。进来客厅之后，左手边这边就是厨房。一开始左边这边的东西都是没有的，是我们自己买的。它配备的就是右手边这边的洗碗槽啊，还有洗碗机、烤箱以及瓦斯炉等等。我们走进来看一下，收纳的空间都是蛮足够的。这边就可以放我的碗类，然后洗碗机呢，其实我也是把它拿来当置物空间，因为洗碗机它花的水还有电其实是蛮多的。以1个人居住来说，我觉得我自己手洗比较快，也比较节能，不需要用到洗碗机。那下面还有可以放调味料的空间，然后这边呢就是放我的锅碗瓢盆。我的小巧思来了，嘿嘿，这些勾勾啊都是我去后来贴上的。把它贴在这个壁面上，我就可以把我的汤匙啊、一些料理的厨具通通都挂在这上面，就不需要再去找另外一个空间去放置它们。再来这边就是日本人都会有的一个烤箱，用来烤鱼啊会非常的方便。
它配置的瓦斯炉是有3个口的。小巧思来啦，这个是我自己买的，它是可以用来挡住这个排烟孔，烤箱的烟都会从这边排出来。烤东西的时候呢，我是会把它稍微拿起来，不然它会变得很烫。平常呢，我就会把它挡住。它的用意是，当我在这边料理的时候，如果有油烟喷过去，本来的这个孔啊是会很难清理的，而且油烟会就跑到里面去。用这个挡住的话呢，就会比较好清理。我只需要洗这个表面就好。备料的空间是还不错，但我觉得就没有很大，所以东西常常会需要移来移去。而这里有我的另一个小巧思，这2个是我自己贴上来的，它是可以贴在墙壁上，这样子。后面有这个架子，然后可以把它挂上来。我早上呢就是会用这种单人的果汁机，里面放香蕉啊，还有豆浆或是杏仁饮，然后再来就加这个燕麦片跟芝麻粉，直接去按压它就会跳出来，所以就很方便。洗碗槽的部分就没有太多的小巧思，只能说这个卫生纸盒买了一个比较多功能的，这边是抽卫生纸，上面可以放小物品。那这边我自己又再贴了一个勾勾，然后可以把剪刀挂在这边。再来看到厨房的左边，小巧思来了，这个真的超好用。你看它薄薄的，却可以放很多东西。像是一些调味料啊，或者是铝箔纸啊、保鲜膜啊等等的。如果你要在台面上去找空间放的话，就会蛮占空间。可是这一个架子呢，它就可以塞在这个细小的空间里面。推荐这个真的很好用。垃圾桶呢也是买直立式的，上面就放一般垃圾啊、回收等等的，比较不占空间。这边的空间我就放了吸尘器，以及气炸锅，以及为了气炸锅而买的架子。我都会尽量买有轮子的一些架子，这样子要打扫的时候就比较方便，可以把它们移动出来去做打扫。像这边就是我的厨房，用餐空间其实没有什么好讲的，就是我们自己买的桌子。这个桌子呢是可以再把它收起来，或者是再把它打开，对面也是一样，可以把它这样拉出来变成一个平台，所以它这样子其实是一半。收到最小的时候呢，就是只有这样子的宽度。那打到最开的时候呢，就是有再多一个这样子的桌面，然后把它打横的就可以整个打开来用。如果家里面有客人来的话呢，就可以这样使用。但到目前为止，我都还没有把它打开过。这个桌子的好处是它下面是比较开放式空间的，所以看起来空间就不会那么狭小。但是坐在这边的人脚会容易踢到那个杆子，是它的缺点。往右边移动的客厅沙发，我们故意选了比较低矮的沙发，因为想说空间已经没有很大了，如果再选一个比较高的沙发的话，怕会感觉很压迫，所以我们选了一个比较矮的沙发。而这个沙发它其实是沙发床，可以整个把它打开，或者是这一片呢可以把它打开，所以你就可以坐在上面，用不同的方式去享受它。整个用餐区、客厅还有厨房上面的灯呢，都是他一开始准备好的，这样垂吊式的方式，看起来很时尚，而且很有设计感。但是一开始它其实没有中间那个圆形的灯，那个灯是我自己买的，我都觉得很厉害，我可以找到一个这么样子契合这个房间的灯。会买那个灯是因为设计虽然很时尚，但是它的灯源实在非常的暗，给你们看看没有那个灯的话会是什么样子。讲，即使在这个房间，其他的灯我全部都开了，还是那么暗。而且这个房间的采光其实是蛮差的哦，早上就算是大太阳，这房间里面几乎也都没有光源。所以一开始我真的非常的纳闷，它这个灯光到底是怎么设计的。我就买了这一个灯，哇，一下就亮啦。客厅的冷气也是它一开始就有配好在这边的。窗帘是自己买的，一开始没有附赠窗帘。看完客厅内部，我们来转个方向，看一下客厅面对的对面。这个门出去就是通往刚刚介绍过的玄关，还有厕所、浴室。现在来介绍一下右手边我的几个小巧思。本来这边这个墙还有那边的电视墙都是没有的，这2个架子是我们自己买的。这个架子呢是这个房间里面我自己最满意的一个架子。
平常外出如果只穿一次还没有要洗的衣服，我就会把它挂在这个架子上，以及那个平台它其实是可以把它打开的，所以如果我想要放些出门用的小物品的话，也可以放在那个平台上面。上面的这个装饰并不是架子附赠的，是我额外买的，它主打有除菌还有芳香的效果，我觉得非常的漂亮，装在这里很时尚。而电视架呢，其实我觉得买的有一点失败。我自己觉得不需要买到顶到天花板的电视架，可以买到它头部就好了。原因是因为买到这种比较有高度的电视架，就会不小心去放很多东西。现在看到是因为我有把一些杂物都已经整理掉，不然一开始我就放了太多的东西，看起来就会很杂乱。而且上面如果没有像我旁边买一个植物去挡住的话，看起来视觉效果就不是那么好。而且这个电视架还有一个缺点是，它的这个头是没有办法去移动的，因此我势必就必须要坐在电视的正对面才能够看电视。可是如果像我想要坐在这边一边吃东西或一边用电脑的时候看电视的话，就没有办法好好的看到电视，会有非常强的反光。不过还是蛮推荐大家，如果空间比较受限的话，这种顶天花板然后贴墙的架子真的很好用。接下来我们就要去看寝室啦。寝室一开始呢，除了这个衣柜以外，其他什么东西其实都是没有的。所以看到的床啊、架子啊、脚踏车啊、化妆台，还有这个衣架都是后来才买的。这一开始的衣橱是这样子。上面有可以放棉被的空间，被我塞爆了冬天的棉被。我这边是放比较有鲜艳颜色的衣服，再加上这个架子，里面是放一些杂物，也是我原本住在 share house 的时候使用的箱子，里面有我的围巾啊，还有包包等等的。这个小衣柜当然就是没有办法放下我所有的衣服，所以我就后来买了这个尼德利的，也是顶天花板的这种贴墙的架子。我会把所有的衣服都挂出来，所以就不需要做换季，也尽量克制自己不要买太多。左边这边的空间我就放了自己组装的一个梳妆台，它是有3面镜，所以我在化妆的时候就可以把它弄起来看3个角度。那边的空间呢，是我觉得我真的运用的非常好的一个空间。本来它是整个空的一面墙，而且里面有凹进去一点，所以觉得感觉没有安全感。我就在网络上找到了一个非常完美、尺寸完美的架子，也是一个贴墙设计的架子，然后上面就放了我们夹娃娃的战利品。而这个房间的冷气也是搬进来就有的，以及照明也都是他一开始就已经帮我们准备好的。这个房间的小巧思，除了我刚刚讲的这个架子之外呢，还有就是床铺下面的置物空间。现在应该很多人都是使用像这样可以掀起来的床铺，我的行李箱啊，还有一些平常不会使用到的物品，就可以全部收纳在这个床底下。看完我的房间，你觉得房租合理吗？我自己居住起来是觉得蛮舒服的，一切都很符合我自己的需求，只有采光的部分我觉得不是很好。除此之外呢，在交通啊、生活机能啊，以及室内的空间，对我来说目前都是非常的满意。总而言之，希望今天我这个房间的导览有让你多了解一些日本租屋的房间里面长什么样子，以及呢我的小巧思，希望也可以给你一些灵感。如果你有任何对于日本的租屋想要讨论的内容，都欢迎留言告诉我，或者是我今天分享的家具，任何一件你有兴趣的都可以留言告诉我，我可以跟你分享更多详细的资讯。那谢谢你今天陪我聊到最后，如果喜欢今天的内容，麻烦请帮我点个赞，也请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会分享更多我在日本的在地生活。那我们下一期再见啦！ありがとう。